这条视频是我冒死穿越回来制作的，我已经看完了《蜘蛛侠4：崭新之日》。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电影的剧情，大家且看且珍惜，因为 TVA 会随时剪裁掉我这条视频。其实蜘蛛侠4还有一个反派压根没有在预告片里面登场，但是有一个画面暗示了他的存在，就是这瓶小麦果汁。没错，我说的反派就是豺狼，不是这位，不是小雀斑，是这个家伙。在漫画里，他是遗传和克隆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赋予了自身超强的战斗能力，也成为蜘蛛侠的敌人之一。电影里，豺狼制造了一种基因病毒，感染者会被他控制，他还能在那些被感染的人之间自由换号。豺狼最终的目标就是找到一具最强大的宿主身体，并进行完美的融合，也就是夺舍。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身体正在走向衰亡，他想自救，也想借此变得更加强大。豺狼和牧师达成了交易，他会帮助牧师去掌控守和会。因为网飞版夜魔侠3部曲的原因，守和会正在寻找他们的新领袖，而豺狼呢，利用自己夺舍的能力，让守和会相信了他们的领袖野兽已经归来了，正在寻找合适的身体去领导他们。而变种人秦格雷的超能力才刚刚觉醒，因为616的宇宙没有 X 教授，所以秦格雷一直在逃亡，日子过得特别惨。616宇宙的变种人因为地球灵气尚未复苏，所以整体能力都很弱，这也解释了复联2里面快银快不过子弹的原因。法术帮他联系到了暴君，也就是 DODC 的局长。暴君呢，通过班纳抑制浩克的技术，也就是预告片里面班纳手上戴这个设备他研发出了抑制变种人能力的玩意儿，结果秦被关押在了 DODC 的设施里面，因为暴君认为所有的变种人都是不可控的存在，包括惊奇少女和奇迹人。暴君认为纽约那些离奇的附身事件和所有看似超自然的现象，都是像秦这样的具有心灵感应的变种人造成的。DODC 还试图拉拢 Peter Parker 一起对付秦格雷，也就是这个谈话和扫描镜头都发生在 DODC。但其实这一切都是豺狼干的，豺狼甚至一度附身了法术，但最后被秦阻止了，因为秦的精神能力太强大了。豺狼还附身过班纳，于是班纳变成了浩克，在街头大搞破坏，法术和蜘蛛侠才会一起联手阻止浩克，也就是预告片里的那些镜头。而豺狼最想夺舍的当然是 Peter Parker， 虽然失败了，但病毒还是进入了 Peter 的体内，这才是导致 Peter 变异的原因，他变成了蜘蛛精，他的身体会产生蛛丝，力量也更强大，蜘蛛感应也变得更敏锐。而那边被忽悠的守和会就想让 Peter 成为野兽的新宿主，于是联合豺狼一起对付 Peter。 豺狼又找到了蝎子，给他搞了一个新装备和一种新的毒素，用来削弱 Peter。 在战斗中 Peter 被蝎子蛰中，中了蝎子的 debuff， 于是豺狼成功控制了 Peter， 把他献给了守和会。他们的计划是杀死 Peter， 再将其复活，这样可以让他彻底成为野兽。但故事迎来了反转，因为这一切都在秦格雷和 Peter 的计划中。于是秦格雷成功的压制了豺狼，并把他困在了 Peter 体内，让他再也无法切换身体。而 Peter 也对上了守和会，但他并不是孤身作战，因为法术和夜魔侠都会赶来支援他，也就是预告片里的这一幕。确实有2个人被劈掉了，但牧师一直掌握了豺狼病毒的开关，所以他启动了病毒，把 Peter 搞成了虚弱状态，生命垂危。于是 Peter 决定让自己死去，这样才能消灭豺狼。临死前他向 MJ 坦白了一切，然后孤身一人来到了梅姨的墓前，静候他的结局。好了，以上都是外网另一个版本的蜘蛛侠4泄露剧情，或者说是网友的猜测，大家看看就行了，别当真。但是万一呢？